要说最近全网最魔幻、最离谱、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黑马，电影《牛来》绝对第一。小编敢说，今年暑期档没有任何一部大片能比得上这部小众草根电影的出圈力度。谁能想到，一部上映初期几乎零排片、零宣发、票房仅有几千块的粗制动画，硬生生靠着网友玩梗、路人刷屏，票房一路疯涨逆袭，不仅吊打一众正规院线大片，甚至直接火到海外，让无数老外疯狂求资源、求引进。说实话，小编看完都懵了，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烂片？现在的电影为什么越烂越火？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说实话，牛来的走红过程比电影本身还要荒诞搞笑。截至8月15日傍晚6点，牛来预售票房直接冲破100万，单日报收57万票房，对比前一天同期数据暴涨整整14613.9%。大家敢信吗？就在当天早上，这部电影的实时票房还只有区7000块，短短一天时间直接完成100倍暴涨，逆袭速度快到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要知道，这部电影刚上映的前9天全程裸映，无人问津，总票房仅7169元，观影人次连300人都不到，单日最低票房甚至跌到188元。说它是暑期档最惨院线片一点都不夸张。没有大牌主创，没有宣发推广，没有热搜预热，排片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理来说，这部小成本草根动画注定会悄无声息淹没在院线，无人知晓。结果谁也没料到，有路人观众进影院看完，随手拍了几段片段发到网上，就因为画面太过抽象，质感太过清奇，画风太过魔性，直接一夜爆火，刷屏全网。最开始网友纯粹是抱着猎奇看热闹的心态玩梗吐槽，结果越传越广，热度彻底失控，直接把这部快要下架的电影硬生生刷回了大众视野，刷爆了院线榜单。现在的牛来有多猛，直接冲进热门电影榜单前3，稳稳压过不少重磅新片，仅次于《奥德赛》《龙餐馆》。排片从原本的几乎为零，变成了北京、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大城市全线加场，一票难求，彻底改写了自己的票房命运。更搞笑的是，片方的宣发节奏完全被网友热度带着跑。最开始片方约定票房破1万就做一张专属宣传海报，结果票房涨得太快，1万、5万、10万接连突破，片方根本来不及手绘精修海报，后期海报全是 AI 快速生成，质感肉眼可见的敷衍，和第一张精心制作的国风海报天差地别。但即便如此，依旧挡不住观众的打卡热情。如今总票房已经突破600万，比起上映前10天的总票房翻了整整10倍不止，上座率直接飙升到8.4%，平台想看人数、预售数据还在持续暴涨。很多人好奇，到底是谁在看这部电影？小编刷了一下评论区，真的笑不活了。全网大半股民都在打卡观影，对着片中魔性的牛奶画面疯狂玩梗，高喊牛奶牛奶 A 股需要牛市，主打一个玄学许愿，寄托行业期待。可以说，现在走进影院看牛来的人，没几个是正经看剧情的，全是来凑热闹、玩梗打卡、跟风狂欢的乐子人。这部电影的制作模式也是颠覆了所有人对院线动画的认知，整整86分钟的院线长片，全程从头到尾只有2个人参与制作，导演信宇萌，非科班出身，一己之力包揽建模、动画、剪辑、制片、配音所有工作。编剧孙立方同时兼任配音演员，没有专业团队，没有外包工序，没有专业渲染设备，完全是母子2人耗时5年纯手搓出来的作品。5年时间，2个人从零打磨出一部院线动画，这份坚持确实让人佩服，但成片质感也是真的接地气，低精度建模，人物动作卡顿僵硬，场景简陋重复，穿模 bug 层出不穷，被网友调侃是4399小游戏画质，不如普通 AI 动画习作。画面里屎黄色的人物脸部，空洞呆滞的瞳孔，怪异的五官比例，突兀的鼻孔造型，满满的手工粗粝感，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淳朴又搞笑的野生气质，还有更解压魔性的镜
镜头，整部86分钟的影片，单单一只小鸟在空中飞翔的无意义镜头就足足放了4分钟，没有剧情推进，没有画面变化，离谱又魔性。可就是这样的电影，全场爆笑不断。你一个人看会觉得影片粗糙无聊，但一群人一起看呢，别人一笑，你也会绷不住跟着笑，主打一个集体狂欢。更魔幻的是，这部土味魔性的国产牛片居然还火到了海外，大量海外网友刷到片段后彻底上头，外网评论区直接炸锅，热度高的离谱。有老外直言，从影片镜头里看出了诺兰的风格。说实话，我终于悟了，牛来诺兰首字母都是呢，尾字母都是了，难怪老外会错位联想，只能说离谱到极致也算一种特色。随着牛来热度彻底爆炸，各种争议也接踵而至，很多人第一时间发出灵魂拷问：质感这么粗糙，制作这么简陋的片子，到底是怎么过审、拿龙标、拿到院线公映资格的？会不会是影视圈典型的洗钱片，套取地方补贴的烂片？首先，大家最疑惑的核心问题，这么粗糙的片子凭什么能上院线拿龙标？很多网友默认，能登陆院线的电影起码要有基本的制作水准，粗制滥造的作品根本没机会上映。但真实的电影审查规则和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线院线发行人员、资深动画制片人都公开解读过，电影审查分为内容审查和技术审查2大板块。内容审查只管影片价值观、剧情内容是否违规，有没有触碰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红线，只要内容正向，没有违规内容就能通过审核。牛来主打小牛成长的正向励志内核，剧情3观端正，没有任何违规内容，完全符合过审标准。而技术审查根本不看画面好不好看，制作精不精致，建模是否粗糙，只排查播放故障，比如有没有坏帧、音画不同步、长时间黑屏、解码失败等问题，只要能正常播放，无技术故障，就能顺利通过技审，拿到公映许可证。所以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它能顺利上映了吧？人家全程手续合规合法，2021年完成剧本备案，拥有正规备案编号，2024年顺利拿到公映许可证，从备案审核到密钥发行，全套流程完整正规，是根正苗红的院线合规影片，不是什么偏方叶片。疑惑解开之后，更大的争议来了。那这部片到底是不是用来洗钱、套取政府文艺补贴的乱象产物？毕竟前些年影视圈这种套路层出不穷，很多粗制滥造的动画、主旋律影片靠着合规资质套取高额补贴，完成资本洗钱，早已是行业公开乱象。比如早年爆火的《雷锋的故事》，是行业最典型的套补贴烂片。当年国内大力扶持3D 动画产业，按照市场播出平台发放高额补贴，央视播出还有额外奖励。这部片对外宣称2100万制作成本，题材贴合红色教育，顺利登陆央视，完美满足拿补贴的所有条件。结果成片画质崩坏，制作敷衍，粗制滥造，纯粹是重申报轻制作赚补贴的套利项目。但牛来和这类乱象影片本质上完全不同。首先，它没有任何资本操盘，没有复杂公司嵌套，出品方是大连一家小微文化公司，前身是装饰工程公司。2021年才跨界影视行业，注册资本仅10万元，企业参保人数只有1人，没有大额资金流转，没有多层走账，没有虚增成本的操作空间，完全不满足影视洗钱的资本闭环条件。其次，网传的地方电影补贴也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拿。辽宁确实有影视扶持政策，院线公映影片最高可申领100万奖励。但奖励金额根据影片实际成本配比发放，几乎拿不到封顶额度，而且需要层层审核、公开公示。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牛来申报了补贴，全程就是草根创作者5年打磨的个人作品，小微公司的低成本试水项目，和刻意套利的乱象片根本不是一回事。那它到底算行业乱象，还是一场另类的行为艺术？业内大佬的看法完全两极分化。特别有意思，深耕动画行业20多年，手握华表奖的资深动画导演王云飞观点特别直白。从专业角度看，这部片子没有任何可评价的价值，连专业从业者的失误都做不出这种质感，纯粹是普通人的业余尝试。它的爆火就是大众的猎奇心理在作祟。院线荧幕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粗糙的作品，就像大家从没见过荧幕烂片奇观，新鲜感拉满，所有人都想来打卡见证一下，纯属看热闹狂欢。
但新锐艺术动画导演周胜威的视角就跳出了传统影视评价体系，他直接把牛来的全网爆火定义为一场 Z 世代主导的公共文化事件，甚至直言它会成为年轻人的写点经典。以往的烂片大多是主创过度自恋，强行输出三观，敷衍观众，最终引发大众反感。但牛来不一样，他从头到尾都透着真诚的无力感，直白展现了普通人的能力局限，没有包装，没有煽情，没有套路，这种朴素、真实、不刻意的质感，反而精准戳中了普通打工人、年轻网友的情绪共鸣。说白了，现在的观众早就被好莱坞、国产流水线大片喂腻了，所有动画、电影都有固定模板、标准套路，工整精致却毫无灵魂。而牛来这种野生、随性、不受规则束缚的作品，刚好填补了当下的审美空白。他的出圈从来不是因为影片质量好，而是这场全民玩梗、二创传播、集体打卡的狂欢过程太有意义了。所以，如何平衡创作包容度、市场审美、作品底线，才是整个影视行业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